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差点成为风险艺人，侯明昊为何偏要硬吃苦？8月2日凌晨那一下，侯明昊把身体伸出车窗外跟蹲守的粉丝打招呼。原本是想让人别白跑一趟，结果反手就被浙江交管请去补了一堂交通法规课，还签了安全承诺书。事情本身不算天塌下来，但后面被工人日报点出来，味道一下就变了。明星宠粉是情分，守规矩才是本分。这条线一旦踩歪，谁都别想轻飘飘翻篇。这事放在侯明昊身上，还真不是孤零零的一笔。前脚念相思从开机到拍摄，围绕剧组、角色、粉丝的风波就没断过。后脚又碰上交通违规被放大讨论。一个年轻演员最怕的不是一时热搜，而是热搜一层叠一层，最后把人直接推到风险名单的边上。先说这回被讨论最凶的动作：明星拍戏上下班、站姐、代拍、粉丝蹲守，本来就是内娱老现象了。周杰伦、谭健次、丁禹兮等人也有过类似互动。身体探出车外和粉丝挥手，看着确实近人情。可交规摆在那里，不能因为谁人气高一点，路边人多一点，就把安全当成可有可无的小事。浙江交管给出的是法规宣传和承诺书，这个处理不重，但提醒很直接。真正让这件事发酵的，不是动作本身，而是侯明昊最近处在一个很容易被盯住的位置。一个人如果平时风平浪静，做错了也许只是一阵风，可一旦连续几件事都碰到敏感点，舆论就会像苏州梅雨天的墙面，慢慢起潮，拦都拦不住。侯明昊这阵子偏偏就是这种状态。争议的源头还是念相思。在进组之前，网上就转过侯明昊辞演大男主剧《公寓》，转去接念相思。从配置上看，公寓女主贺楠的市场号召力确实不如虞书欣。对演员来说，挑更有热度、更有传播度的项目，本来就是行业常态，谁都想往上走一步，这不丢人。问题出在离开公寓时的舆论尾巴没收干净。网上出现过疑似剧组内部人员的暗讽，说他心比天高，高估了自己。演员本来是乙方，选剧、换剧、谈合作，本来就不是只看个人情绪，牵扯的是资源、排期、招商和整个项目的盘子。可一旦有了这种说法，外界就容易把它理解成主动辞演，还是被退货，越转越玄乎。到了念相思这边，情况更复杂，网传男女主不和、停拍换男主之类的消息接连出现。虽然官方已经辟谣停拍是假消息，但热搜是吃瓜群众最熟的饭桌，一波接一波往上堆，路人印象就已经先形成了。这部剧事情不少。再往深一点看，《念相思》改编自小说《神仙肉》，原著本身就是典型的大女主仙侠路子。影视化后，女主先定虞书欣，招商、过会、项目推进都绕不开它的商业价值。也就是说，这部戏从一开始就不是双强平分秋色的配置，更偏向女主扛盘。男主如果按原著走，戏份就少，高光也有限。这对一个想靠作品往上走的男演员来说，确实有点尴尬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侯明昊在《念相思》里会被反复讨论。演深了，外界说你抢戏；演浅了，观众又觉得你没存在感。说白了，就是一块夹心饼干，两头都烫手。很多时候不是演员不努力，而是剧本定位先把路堵窄了。侯明昊这类年轻演员接这种项目，看似吃到大平台，实则要同时扛住角色弱、舆论杂、粉黑大战3重压力。更麻烦的是，虞书欣这边本来就自带争议，她的家族企业问题被网友长期盯着。
争议没少过，处理方式又常常偏冷。他上一部《灿如繁星》播出效果不算好，除了剧集本身因素，外界对他的抵制情绪也有影响。这样一来，念相思还没正式完全铺开，围观者就已经把他当成高压锅看待了。剧组一旦有点风吹草动，粉丝就先上阵。侯明昊和虞书欣两边的粉丝几乎把不和摆到了台面上。女方粉丝强调这是大女主剧，不能魔改，戏份不能乱动。男方粉丝则不满自家被压、被忽视，觉得男主不该只当陪衬。你来我往之间，路人看热闹，粉丝看立场，剧组夹中间，真是比苏州早高峰还挤。前阵子虞书欣下班犯傻时，网上又传出疑似被黑粉射激光笔的说法，后来团队辟谣，实际更像是手机镜头眩光，不存在故意伤害。但这种事一旦被联想到，就会继续给双方加火。粉丝会觉得自家受委屈，另一边会觉得被扣帽子，梁子就是这么结下来的，结得还挺牢。所以这次侯明昊伸出车窗打招呼，被一些人迅速上纲上线，其实也不奇怪。一个被持续盯着的人，哪怕只是多说一句、多做一个动作，都可能被放大到刺眼。今天是车窗，明天可能就是走路姿势，后天就能被说成态度问题。舆论一旦进入这种模式，解释成本会越来越高。业内对风险艺人的规避也不是空话。金晨之前因为违反交规，后续综艺资源确实出现过替换情况，能看出平台和项目方现在都很谨慎。原因很简单，大家都不想在播出前后惹上额外麻烦。流量时代，艺人一有争议，品牌、平台、剧方都会先掂量后果，谁都不愿意拿项目去赌。侯明昊这次最吃亏的地方，不在于这一个动作，而在于他前面已经被贴上了过多标签。合适的剧本、适合的角色、稳定的口碑，这些东西本来要一点点攒，可一旦在选择项目时踩到争议剧组，又在拍摄期间碰上安全问题，路人很容易把两件事串起来看，觉得他这段时间不顺，甚至有点自找麻烦。说白了，选念相思这一步，对侯明昊来说更像赌局。赢了，借着女主热度和项目曝光往上抬；输了，就会变成今天这样，戏份争议、粉黑大战，角色定位、个人舆论一股脑往身上压。以他之前入青云雀谷的市场反馈来看，观众对他的期待本来是能独立扛一番的，不是来当谁的绿叶。但现实就是这么拧巴，演员想往更高层级走，往往不是光靠演技一把冲上去，而是要在项目选择里不断试探。可一旦试探错了，外界就不会温柔。今天说你宠粉没分寸，明天说你接戏没眼光，后天再把角色和合作方的问题一并扣到你头上，这锅背的可不轻。这几年内娱的一个明显变化，就是观众不再只看作品，也会盯着艺人的行为边界。追星可以，宠粉也可以，但不能把安全和规则当摆设。一个镜头、一个动作、一次回应，都会变成舆论素材。明星越红，越容易被放大，越有争议，越容易被追着算账。这不是谁卖惨能糊弄过去的事。侯明昊现在的局面，说到底是几条线同时缠在了一起。剧组选错了赛道，合作方自带争议，粉丝先互相对冲，个人又在公共场合踩了交通规范的红线。每一件单拎出来都不至于致命，但凑在一起，就像一碗本来清清爽爽的阳春面，偏偏撒进太多胡椒，吃着就呛。这类是最让人唏嘘的地方。是很多年轻演员明明想往上走，最后却被各种边角料拖住。戏没播，先被骂；剧没上，先开撕；人还没站稳，
风向已经开始拐弯。侯明昊眼下碰到的，不只是一个违规动作被点名，而是整个项目和个人舆论一起给他上了强度。